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这里流传着夺宝、干尸甚至外星基地的传说。历史上，西汉时期的于田国就在这里。曾经的绿洲，今天早已荡然无存。可神秘的事件层出不穷。在精绝王古墓中，五星出东方之井的出土，似乎应验了一段1000年前的预言。这一集，雷天长走进精绝古城，寻找那埋藏在沙漠中的1000年之谜。精绝古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神秘区域，在昆仑山的东北方向。精绝国是西域36国之一。探访精绝古城，首先要到达和田市，再深入民丰县的尼雅河流域。现在雷天长呢就要赶往精绝古城啊。现在我们走的这条道呢，也可以算是这个丝路的古道了啊。一路漫天的黄沙，周围有好多的这些地名都叫做尼雅什么什么，尼雅路啊，尼雅。民宿尼雅公园呀什么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塔里木沙漠公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呢，它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2大流动性的沙漠。这个沙漠呢是在这个2002年呢6月份呢就通了一条沙漠公路，但是没想到在这个2004年的8月份呢，居然发生了洪水。可见千百年来沙漠呢它也是会有变化的。这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出现了精绝古城的入口，门口上方是用3000多年历史的篆书体写成的“精绝古城”4个大字。进入遗址，首先看到的是红旗村，这个村的祖先见证了丝路的历史。如今40年来，2代人都在守护尼雅遗址。把我的行李放在车上，然后师傅在这边撒气，把这个气撒掉了。这个碑呢是这个尼雅遗址的碑，但是要想到真正的尼雅遗址，还需要这个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啊。尼雅遗址呢，它位于这个民丰县啊，就在这个塔克拉玛干的腹地以及这个尼雅河旁。尼雅河真的是上千年来都没有干涸过。进入精绝古城尼雅遗址的沙漠，各种奇怪的感觉迎面而来。外围阳光明媚，可沙漠里面天空发黑暗沉。要知道，这片沙漠还有一个令人闻之生畏的头衔——死亡之海。据说历史上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和考古工作者都曾消失在这片大漠中，仿佛印证了塔克拉玛干的维语意思：走得近，出不来。现在这个越野车呢，在这个沙子里面翻腾啊。要想进去啊，如果是徒步的话，至少我感觉至少要走1天了。但是有这个汽车的话，至少能缩短这个距离。从大门过来，即使这样也得开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但是一路上呢，要就像过山车般的上上下下的这种感受。前面有辆车陷了，我过去看一看。这个车呢，刚才是陷了之后，它呢正在倒，它要冲上来。像雷天长看到呢，整个这个沙海茫茫都是这些干枯的胡杨林。我们的维吾尔族司机真的如同沙漠里的活地图，不靠任何导航，对这里的地形早已了如指掌。就这样，在颠簸中，我昏昏入睡。在睡眼朦胧中，我仿佛看到远处的大树上开满了红花。我坚信一定是自己看错了。但是数次睁眼，那树上的红花依然还在。此时室外的温度相当高，就在这半梦半醒中，车辆前进着。当然，我也知道这只是幻觉。以前还住人啊！就这样经历了2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精绝古城中的一座遗址。司机告诉我，据推测，这可能曾经是一户王爷所居住的院落，如今只剩下荒草铺墙。大家好，现在雷天长呢就来到了传说中西域36国的精绝古城啊。这个精绝国呢，它位于这个塔克拉玛干的腹地啊，要从这个民丰县呢一直要开车要开2个多小时，如果从和田走要走5个小时啊。精绝国呢属下有将军呀，还有议长。精绝国呢可以说它是以这个农业为主啊，但是呢在这个东汉以后呢，周围呢由于这个我们知道离这个吐鲁番那很近有个鄯善国啊，它日益强大。所以说精绝国呢又比这个鄯善国呢所打败，并且呢这个划入其中。精绝国呢在这个西汉的时候，它不但是这个西域36国，它也是归这个当时这个西域都护府呢所管辖。清代呢称之为这个尼雅城。《汉书西域传》中就记载这个精绝国呢，王至精绝城，去长安8820里户
480，口3360啊。这个《大唐西域记》唐玄奘呢也路过这个精绝国啊，他对这边也有自己的这个描述啊，行200余里至泥壤城，周3、4里在大泽中。意思是说呢，这个精绝国呢曾经是在一片那个湿地当中啊，就是人来这还是挺难走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周围呢，这个的确呢都是一片呢像湿地一样，因为这边有很多这个枯死的这些胡杨。这些木桩呢，从它的腐朽程度来看，有可能当年呢用的是这个胡杨木来制作的啊。这些房子呢都隔开了，我们能看到就有大间、有小间，还有就是这个羊圈，甚至呢有这个卧室。关于精绝古城是如何消失的，有3种说法。第一种是战争论，第二是环境恶化论，第3种是神秘力量。据推测，当时居民是在紧迫中不得不离去，但还抱有重返的念头。精绝人并没有带走自己的财产，就连看门狗的死状也十分诡异，狗脖子上的链条都没有取下。然后呢，他们还用这个手工的编织了好多的这些篱笆什么的，把房子都分割出来，而且呢，它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就像现在复合式的那种楼房似的，还都垒了上来。经过考古发现，周围还是有这个果园遗址的。也许以前呢，他们这边除了放牧，还种果树。当然，这边的木头呢，不光是这个胡杨，还有这个桑木、杨树、榆树等等，都是些枯死的，还有柳树可见周围以前真的是它的这个百草丰茂，水草肥美。但是呢，通过这边的一些遗址出土的一些文字记载呢，当时这个尼亚人呢，对于这个水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谁要是浪费水、破坏水资源，都是会受到这个惩罚的。可见这边的水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这个精绝人呢是以这个农业为主的。这边呢可以说呢有小麦地呢，一手可灌溉2、3水。当时尼亚居民呢非常注意这个保护这个水资源。沙枣树呢非常的耐这个盐碱，所以周围还种了很多沙枣树。现在我们看到尼亚这边，你看地都是白颜色的。尼亚遗址出土的屈卢纹和干尸，现在在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它们。这呢是精绝古城的男尸啊，这个男尸呢是精绝中年男性，仰生躺着他的这个须发呢都在，而且呢他呢须发呢是沿着这个下巴呢绕了一圈，我们能看到有一圈的这个白颜色。这种呢以布呢衬托下颚的习俗呢，在这个汉晋时期呢，于田的墓地呢最为的常见。而且呢根据分析这个精绝人呢跟这于田人呢，无论相貌还是血统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以前那个古于田的这个男性干尸这个尸体呢，他头戴的这个麻的帽子，身上也披着这个麻，而且他的头发都在。最关键，他这个鞋呢非常的崭新，他的牙口也非常的好。他呢这个男性干尸呢，他呢在这个他的棺木外面还有这个木立柱，而且呢有这个木狮呢作为这个代替他下葬的这么一个工具。而且呢出土呢草编篓中的食物和小麦呢，还有栗粟呢混合而成的面饼状的点心呢，还都保存完好。这2个尸体呢也是在这个尼亚遗址发现的，是在197年呢民丰县尼亚遗址的1号墓呢发现的。当时呢这是一对夫妻这个女性的尸体的这个肢颈上呢写的是这个长乐大光明，男性呢里面穿的是丝绸。从这2个人的衣着呢以及这个出土的状态来看呢，应该是当时精绝人或者说是尼亚遗址的贵族。从尼亚遗址出土的干尸似乎可以看到2000年前和田地区人们的样子。据斯坦因考察于田后记载，当时很多地面建筑其实都建在一个年代更加久远的石头建筑之上，这些古老的石头建筑又让人们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外星人基地的说法有了新的猜想。后来好奇的人们又在卫星地图上真的找到了一些数量庞大矩阵式的石头建筑群，这些建筑酷似印加帝国的建筑风格，让人浮想联翩。不过这些神秘的点状矩阵让人联想起了在新疆哈巴河县的多嘎特岩画。这些岩画历经万年，可岩画上非常醒目地绘着一架疑似飞机的物体，飞机旁还有2行点状图案，这难道是飞机跑道？
所以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矩阵，人们猜测它是矿坑的同时，也相信这里存在过更古老的遗迹。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尼亚遗址旁边的这一处遗址了啊，这遗址呢也是房舍啊，房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遗址叫做尼亚遗址 92B9N3， 它也是在一个高台上啊，南北宽阔约50米啊，东西长约75米啊。这个遗址呢，它呢整个这个面积呢有这个1400多平方米啊。当年1901年的斯坦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在这边的墙壁上还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很可惜这个壁画呢现在早已经消失不见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这个遗址呢，也是被这个楼梯呢所包了一圈，但这楼梯呢，也是比较难走啊。这个楼梯现在已经成过山车了，是比较难走的。但就在这时，尼亚遗址狂风大作，大风卷着黄沙，都可以把人埋起来。而且呢，来到这个精绝古城呢，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这边的风沙特别的大。我们走在这个古城这个古城这里面呢，基本上其实还是走在沙漠上，周围呢都是类似雅丹的那种地形。这片深居内陆的沙海气候极为干燥，降雨几乎于奇迹。在跨度达40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中，鲜有植被能够适应这里的生存环境，更别说在这里定居。别看精绝古城如今一片荒芜，曾经它可是被一片水域环绕，这片水域就是尼亚河。大家看，现在雷探长呢就来到了尼亚河。尼亚河呢，它也是这个冰雪融化产生的这个雪水，千百年来从来没有干涸过。尼亚河流域呢，灌溉了整个这个精绝古城。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尼亚遗址其实就是以这个尼亚河这个名字而命名的。沿着这个精绝古城啊，环绕着它啊，所以说它是整个这个民丰县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我们看到民丰县其他被尼亚河浇灌的草地，可以联想到2200年前精绝国人也许也过着这样的生活。现在连院长来到了这个尼亚遗址的佛塔啊。尼亚遗址佛塔呢，位于尼亚遗址的中心，整个塔身呢用土坯呢加泥呢砌成，外部呢抹泥，形制呢是这个覆钵式的佛塔，就像一个花园的钵一样给它盖了过来，高呢约6米。这个佛塔下面有2层为正方形的这个塔座，上为圆柱体的塔身，整个塔的南部呢已经自然的崩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米兰遗址啊，包括这个整个在这个西域古国呢有很多这种覆钵式的佛塔。在该塔东西2侧有10米处呢有红柳编织成的低矮的栅栏，南面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此塔呢形制呢与米兰安第尔佛塔呢极其的相近。这是一种覆钵式的佛塔。其实在这个古西域呢，很多的这些遗址呢，刚才说的米兰遗址啊什么的，他们这个塔呢都是用覆钵式的。现在就跟雷探长呢来到这个佛塔这边来看一看啊。它既然是覆钵式的呢，可见呢它呢跟我们知道这个藏传佛教佛塔也很像。另外呢，这个佛塔呢周围呢肯定曾经也是有寺院的啊。大家发现没？为什么这些佛塔的建筑呢都在一个高丘之上啊？因为当时那个玄奘的取经路过这一带呢，发现呢周围都是一片泽国，人们要划着船，像罗布泊似的啊。所以那些白茫茫的地方有可能就是盐碱地，就是它这个水下的样子。也许这个塔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小岛上，人们得划着船过来拜佛。从这发现了700多件屈鹿文的文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屈鹿文它是死文字，有一种说法可能是这个古波斯人曾经统治过这个印度次大陆，所以说呢曾经一支这个就是个古波斯的一些文字呢它呢变成了现在的屈鹿文字。当然这个没有任何演变的考证，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呢这个屈鹿文呢曾经在印度次大陆呢倒是使用过，后来呢这些国家呢覆灭之后呢，却突然间在西域小国使用起来。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佛教的这个遗存有很大的关系。1900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开始了对中国西域的第一次远征。斯坦因在尼亚遗址整整挖了半个多月，将尼亚挖了个底朝天，获得了600多件文物，其中大多都是价值极高的屈鹿文与汉文简牍。此后，斯坦因还挖掘了热瓦克遗址，带走了大量佛像。大家看就是整个这个尼亚遗址呢，看看像不像这个罗布泊
底下像不像那个水，上面像不像那个雅丹地貌，这更加印证了可能这边以前是一片汪洋，这边所以他们建了好多高地。再看这边都是些胡杨树的树根，更加说明了可能以前这个胡杨树树根是扎在这个水下的，所以长得很大。现在这个树根都已经腐朽了。尼亚遗址最著名的发现是出土了5星出东方织锦，这块织锦上的文字似乎时空穿越，对2000年后的中国做出了精准的预言，让人目瞪口呆。大家看啊，这就是5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真品啊。这个真品呢，它的右上角呢有一个缺口啊。那么这个5星出东方呢，它的这个上面呢有凤凰、鸾鸟、麒麟，还有白虎，可以说都是汉代的这个瑞兽，而且上面还有这个日月。5星出东方立中国，它的含义就是说，当5颗星星连成一起，5星连珠的时候呢，对这个中原有利。但是后来呢，在其他一块布上又发现了讨南羌字样。这个5星出东方呢，它是蜀锦，当时应该是在这个汉地中原呢赐予这个金爵王的。后来人们出土的时候发现呢，是在这个金爵王的这个手臂上，周围呢还放了弓箭，可见呢，有可能是当时呢。它呢这个拉箭用的这个护腕。约特干故城位于新疆和田市以西10公里的巴格齐县，这里曾是古代西域36国于田古国的都城。约特干意为王者，所以它被称为王者之城，也是古于田的都城。那么雷探长就来探寻一下今天于田国的所在地和田市。这个约特干城呢，它的意思就是王者之城啊。约特干遗址就是于田它当时这个都城。雷探长现在是在这个巴格齐乡埃拉曼村，是位于这个和田市西约10公里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些土包别看它这么这个感觉很有历史感啊，实际上它就是约特干古城的遗址啊，它真正是他当时留下的遗址。你们说汉语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嗨，你好呀，你知道约特干古城吗？报道上。对。好像全国各地都有做凉皮的，但是他们善于把各种味道都放进去。总共多少钱？1.5块钱。这个和田的粽子啊，好吃好吃。这个300啊，100。现在雷探长在这个约特汗故城里面啊，它这里面呢建了好多这种当时于田时期的传统建筑。现在呢，我穿梭在这些建筑里面啊。往上走看看，它应该是仿造了当时这个于田时期的佛寺啊。它这边很有意思，还原以前那个在于田地区呢一些地主家的房子。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水池，然后人们都围绕这个水池。这个国家呢以佛教文化为主啊，并且呢丰富这个于田的历史啊，并且呢它的这个佛教呢影响了西域的周围的一些小国。于田的历史呢，可追溯到前232年，并且呢是在这个1006年呢，被这个喀拉汗王国呢所吞并啊。因为这个喀拉汗王国都知道它是这个伊斯兰教，所以说呢于田呢当年也跟这喀拉汗王国呢进行了长达40年的一个斗争。据史料记载，约特干故城中宫殿建筑宏伟，向东而建，作为佛教东渐的要道，寺庙中香火旺盛。如今依据史料和古代壁画复原了诸多建筑，如方城、白色阿以旺民居、苏密古堡、七凤塔等。这个和田地区呢，它呢南枕万山之祖喀拉昆仑山，可以说它的南部呢是山区，中部是平原，北部是沙漠。但是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美誉，叫做长寿之乡。据说呢，这边的长寿老人已经达到了21位以上，也就是说至少是100岁老人。因为当地老人呢，据说他们的习惯就是晚上天黑就睡觉，早上起来要喝茶、吃馕的这些比较好的这种习惯。这约特干故城呢，它的君王呢叫做尉迟啊，他呢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这个于田。由于他呢非常的仰慕这个唐朝，所以说呢，当时于田的2位君王呢都改名呢姓李了，一个叫做李胜天，一个叫做李从德。在天上和2000年的云彩望着脚印，一步千年。
于田古国在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呈现出热闹非凡的景象。这里男子的服饰或许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的风格，头戴毡帽或者裹着头巾，身穿宽松的长袍，方便在沙漠边缘气候下活动。女子则身穿色彩艳丽的长裙，佩戴各种饰品。于田的集市更是热闹，街道上店铺林立，有售卖当地特产玉石的店铺，还有售卖丝绸的摊位。于田的纺织业发达，其织物在西域久负盛名。挤满了情话，梦中有于田国留下诸多未解之谜，精绝古城静静地矗立在时光深处，仿佛在诉说着千年前的辉煌与神秘。这些遗址中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精美的建筑、神秘的文物又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每一次面对这些遗址，仿佛都开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至今还有很多文物埋藏在黄沙之中，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就能发现解开谜题的关键线索。精绝古城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闪耀之星，它地处要冲，是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如今我们只能在残垣断壁中探寻它曾经的辉煌，想象它埋藏在地下还未揭开的秘密。告别了精绝古城，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